这一次的亚洲银行 BOA 事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堂学费不低的实战课。虽然结局挺让人心塞的，但真要说一句大实话，那就是有时候风险不来，你永远不当回事儿；但一旦来了，你才发现原来自己根本没穿救生衣。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早在今年上半年的端午节时，我们 Bank of Asia 亚洲银行的所有账户持有人就突然收到了一封自称是亚洲银行清算机构 Teneo 的邮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最高法院的命令，已经任命3位工作人员为亚洲银行的临时清算人。而最关键的是，邮件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截止到清算人被任命之日，你在该银行的账户资金已被全部冻结。如果你有逾期到账的资金，请立即告知清算人团队。这对很多亚洲银行账户持有人来说，简直就是平地起惊雷。银行破产这样活久见的事情，居然真切的发生了。接下来，清算机构 Teneo 将接管并保护银行的所有资产，调查银行的财务状况，并独立审查资产是否满足客户和债权人的权益。虽然清算人承诺会尽快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但是这样的黑天鹅突然降临，也会对正在正常经营的企业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其实大家不用如此惊慌，清算行为的目的就是防止亚洲银行 BOA 进一步出现坏账，从而从根本上保护储户的利益。这次被誉为银行倒闭的清算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作为 BOA 账户持有人，或者屏幕前各位正在离岸出海的玩家，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降低类似账户使用和资金安全风险呢？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事件回顾：亚洲银行 Bank of Asia 清算通告。2025年5月29日，一则突如其来的官方公告，让不少做离岸账户配置的朋友瞬间心跳加速。英属维尔京群岛的2大监管机构 BVI-FSC 和 VIDIC 联合宣布正式启动对 Bank of Asia BVI 的清算程序。这个消息来得过于突然，短短的几句话直接让一众持有该行账户的朋友从全球通账户自由人秒变成了被冻结账户观察者。账户冻结，交易暂停，所有资金的进出被按下了暂停键。后续账户不会再恢复正常。不少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啥？不是说 BVI 监管宽松吗？怎么说清算就清算了？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这一次清算并非传统意义上那种大规模的诈骗或者非法挪用客户资金所导致的金融丑闻，而是源于监管部门出于系统性的金融安全考虑采取的预防性处置。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监管方希望通过有序的清算去控制风险，维护市场信心，而非发现了什么骇人听闻的大雷。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监管方并未披露具体的触发机制，而从清算命令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推测，这更像是内部资产结构、审计报告或者资本充足率等关键指标未能满足监管要求而采取的暂停、整顿和善后的处置方式。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账户持有人就完全不用担心。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账户被冻结，钱提不出来，甚至还有可能丢失部分资金的风险。但别慌，监管不是吃素的。VIDIC 也就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官方存款保险公司，已经在第一时间介入，负责整个善后和客户赔付机制的启动工作。VIDIC 的 CEO 在通告中也表示，我们的职责是为存款人提供保障，防止在成员银行中存放的受保护款项遭到损失。听到这句话，是不是心里稍微稳了那么一点点？再到了今年9月30号，清算机构 Teneo 再次更新通知，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存款保险法，每位客户在每家成员机构的存款可获最高10万美元的赔付。这部分对大部分中小客户来说是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尤其是在当下这种不确定的情绪蔓延的阶段。当然了，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账户中的资金高于10万美金这个额度，那么超过的部分就需要后续通过债权申报、参与清算程序来排队认领了。说白了，该赔的政府出，不该赔的排队清算，慢慢来。很多人现在特别的焦虑，想着要不要赶紧换银行、换账户，甚至跑路。这种焦虑我非常的理解，甚至我自己也在这波事件中中招了，公司因此承受重大损失。但在心情短暂的平复之后，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回归风险逻辑，以理性对抗情绪，以应对代替抱怨。历史案例对比，银行清算与客户权益保障。听到这里，很多朋友也许已经接受了第一个现实，亚洲银行 Bank of Asia 这次是真的凉了。但也有不少人还在心里嘀咕着，银行说倒就倒了，这种事件能有多常见？咱们离岸配置这不是玩着玩着突然变成了金融难民吗？兄弟姐妹们，别着急，其实你不是一个人，银行破产在金融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这次轮到了我们亲身体验而已。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年前，2023年，美国硅谷银行 SVB 的暴雷一样是让全球无数创业公司和科技独角兽夜不能寐。SVB 的问题其实很专业，资金错配、利率判断失误、客户集中度太高，最后导致短期内出现了挤兑风暴，一夜崩盘。好在美国有 FDIC， 也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第一时间接手，成立了过渡银行，保障小额存款100%的安全。客户虽然受到了惊吓，但最终钱没丢，甚至很多人在3天后就继续刷到工资了。这波操作就像车祸后立即有救护车送你进 ICU， 虽然吓人，但有保障。我们再把历史书往前翻，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那可是真正的大爆炸。当年雷曼兄弟作为全球第4大投行，资金流比不少小国的央行还要猛不止一个层级，结果因为重仓自贷，一头扎进了金融海啸里，直接被吞没。虽然雷曼兄弟的客户损失惨重，但当时政府也迅速扶持其他的金融机构接盘，把许多客户的资产安全转移阵地，算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结构性重组。更早一点，还有1995年的巴林银行，那是因为一个叫做尼克里森的交易员瞒报交易亏损，把银行账户当赌场，结果赌到全行破产。最后，这家100年老行被 ING 荷兰国际集团用象征性的价格买走，客户账户也得以保留，堪称先犯错再被托底的经典案例。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点，出事不可怕，关键是监管机构能不能接得住。我们现在回到亚洲银行 BOA 这边，从官方清算通告来看，英属维尔金群岛的监管机构 BVIFSC 和 VIDIC 已经迅速介入，并且采取了冻结账户、保护资产、指定清算人的一整套标准流程。特别是在 VIDIC 这块，他们已经明确了会根据存款保险法对每个客户账户最高赔偿10万美元。这个赔偿上限虽然不算很高，但对于很多中小规模的客户来说，已经算是及时雨了。剩下的超出部分就需要正式进入债权申报流程。简单说，就是排队登记，等着清算人评估银行资产之后，看能不能分到一杯羹。那接下来我们作为客户该干什么？第一步，保持冷静，所有的操作都要跟官方的流程对接上。清算人会发出债权申报通知，等你提交相关的材料，你要准备好开户合同、入金证明、交易流水、通讯记录等等，最好是 PDF 和纸质版都保留一份。就像我们买保险，不怕赔，就怕证据不足。第二步，主动联系清算团队。在亚洲银行 BOA 的清算通知中，他们公开了联络邮箱，你可以主动表达自己的意向，并登记账户信息和资金情况，提前沟通，往往会让后续的处理更有把握。第三步，如果你的资金量比较大，比如完全超过了 VIDIC 承保的10万美金，这样我们更建议大家能够找到专业的律师介入，特别是熟悉英属维尔金群岛公司法和金融监管的律师，可以帮你更好的梳理流程，甚至在必要时代表你集体参与与协调清算进程。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清算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短则几个月，长则1-2年。应对措施与客户支持。说到这里，大家也明白了，银行一旦进入清算状态，后续该走的流程真不少。
从债权申报到准备材料，再到和清算团队的反复沟通，很多环节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尤其涉及到海外监管机构和英属维尔金群岛当地司法流程的操作，靠自己单打独斗确实有难度，更别说有语言障碍、时差问题、沟通效率等等挑战。但兄弟姐妹们别慌，该我们来出手了。作为和亚洲银行打交道多年的离岸服务方，我们全球人作为曾亲身开户的用户，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明白现在的客户最需要什么，也更愿意第一时间站出来，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好。我们团队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协助所有受影响的客户进行债权申报准备，从账户准备、流水记录、身份信息核对、申报材料整理，到与清算人团队的官方邮件沟通，我们全都可以全程协助，确保每一个客户的权益能够被完整记录、有效提交，不遗漏关键细节。与此同时，我们还承诺所有受影响的客户免费服务重新开设替代银行账户。不论你是之前在亚洲银行开的对公账户，还是个人账户，我们都会根据你目前公司和个人的业务需求，帮你对接新的账户资源。这其中既包括海外数字银行，也包括我们长期合作的部分传统实体银行资源，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帮助你的公司资金链回血，恢复到日常业务运营当中。此外，我们也提供1对1的专业顾问咨询服务，比如有人可能担心清算赔付是否只赔本金，申报表格要不要找翻译公证，新的账户要不要安排打款分流，这些问题单靠搜索引擎是给不了你解法的，但你可以找我们聊聊。我们的离岸银行账户专家、合规财务顾问以及身份规划师都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只要你有问题，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回应，甚至连夜上线，这都不是事儿。未来风险防范建议。这一次的亚洲银行 BOA 事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堂学费不低的实战课。虽然结局挺让人心塞的，但真要说一句大实话，那就是有时候风险不来，你永远不当回事儿；但一旦来了，你才发现原来自己根本没穿救生衣。但危机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个开始。接下来，我想聊聊离岸账户操作上10年实战经验级的玩家，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构建自己的防爆系统？首先，最基本的，永远不要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家公司只开一个银行账户，就像骑共享单车只锁一个轮胎。你可能看着挺稳的，但一旦出事儿，跑都跑不了。我们建议企业不论大小，至少都要配2个以上的银行账户，最好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体系的银行。比如你主用赴港银行 CBI、BNA 贝森银行，那备用就放个 Mercury、Airwallex， 甚至搞个注册地，以及新加坡、香港甚至阿联酋的实体银行户口都行啊。银行永远不嫌多，有备无患才是真风控。然后是账户的进化逻辑，根据公司发展的阶段来选择银行。这事儿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家刚注册的新公司没有交易记录，没有合作方，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跑去申请亚洲最强的汇丰银行或者北美大哥大花旗银行，那简直就是直接投胎失败。这时候你最应该做的是先用数字支付平台，比如说 Wise、Airwallex、Paysera 等等，先把收款、付款给跑起来。有了业务流水和合同之后，再去升级银行体系。等业务到了稳定的扩张阶段，可以搞一个实用的数字银行账户，比如说美国的 Mercury， 用起来既方便又能够对接 Stripe、Shopify、亚马逊这些大平台。等你的企业到了一定的规模，再去配一个传统实体银行账户，比如说香港的汇丰、新加坡的华侨、美国的华美，甚至欧洲的 Revolut， 或者葡萄牙本地的贝森银行，这才叫账户进化术。不盲目，不激进，但够稳。最后一点，咱得有应激预案。哪怕你现在账户用得起飞，资金流转顺畅，也必须想好，万一账户突然被冻结、收款中断、清算关停，你的应急账户在哪儿？备胎放哪儿？账单要怎么样先垫付？这些问题你平时不想，等出事的时候就只能拍大腿。我建议每个企业主都要给自己留一套备用金融体系，不一定天天用，但关键时刻能顶上，这就是你的生命线。金融世界说到底是一个信任加规则的游戏，我们不是要躲避风险，而是要提前设计出遇到风险时的逃生通道。这次亚洲银行 BOA 的清算事件确实让我们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但如果我们能从中学会构建更加合理的账户结构、更稳健的资金体系、更理性的风险认知，那它就是一堂非常值的实战训练课。亚洲银行 Bank of Asia 在本月完成清算程序后，银行业务也走向了尾声。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儿，
虽然无可挽回，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采取实际行动，尽量降低损失，维护合法权益。OK， 各位老铁，关于亚洲银行破产清算的话题，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也不幸受到了亚洲银行破产清算事件的影响，请尽快联系我们全球人团队，我们会和你保持密切的沟通，为你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协助。如果你在寻求更安全、更靠谱的个人、企业开户解决方案，也非常欢迎联系我们。我们会根据你目前的企业或者个人基本情况，合理规划资金安排，做好开户配置的矩阵，降低合规性和安全性风险。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顺手枪，一个最懂企业家跨境配置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